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一修。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宝岛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的王骁，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宝岛连线。上一次呢说观看破100万，我们要来更新哦，大家很给力哦，不止100万，还给了蛮多的哦。本来我们想赶快更新一集啊，但是肖哥已经坐不住了啊，晚上不睡觉都在写稿，那一集成效非常斐然哦，将近1000万了，我觉得恭喜肖哥，谢谢，感谢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啊，也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啊。那记得啊要多多的追踪起来啊，对你才可以随时看到最新的一个讯息啊。上次那个节目一放出来，我们刚说完伊朗的内鬼啊，应该已经被清理的差不多了，结果呢24小时之内。这个哈梅内伊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啊，这个真世事无常啊。这事情我要担主要的责任啊，因为我上次太自信了。但是我从结论来看，确实伊朗的内鬼被清的还是蛮用力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但是呢，在哈梅内伊这事件上，后来所传出的消息，当然这都很难证实啊。就是说，第一个是利用牙齿里面有追踪器，第二个呢，美方正在当时释放出很多和谈的正面讯息，让哈梅内伊召集了一众高级官员，然后聚在官邸之内来进行讨论，所以当时他甚至都没有进入地堡。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突袭，与其说可能是有消息的走漏，更甚的是说美国用了一个钓鱼式的陷阱来处理掉哈梅内伊。当然，里面有没有线人通报，我相信还是会有。还有就是牙齿里面放追踪器这事情，可能是真的，也许是真的，反正他都可以在我们的金阿波罗 BB 控里面丢炸弹。所以我老实讲，这个摩萨德的这个渗透 CIA 对伊朗的渗透，不会是这么容易清除的。不过从战事发展到现在看得出来，美以对于伊朗的内部的，比如说包括反对派的策动，包括更具体的一些针对现在政权的一个直接性的攻击，还有后续除了那一波一口气断掉48个高级官员将领之外，后续针对特定人士的猎杀的强度也都有所下降，主要还是来自于说伊朗的这些发射架、无人机的发射场地，还有他们已经知道的这一些地堡、碉堡这些地方进行摧毁跟打击，然后接下来所摧毁的其实已经有点漫无目的了，开始针对一般民用设施跟重要的这个交通设施来进行摧毁。我有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影片，是他直接攻击了高速公路，上面有几个用路人整个被炸了，然后他有其中一个爸爸他跑出来，然后灰头土脸的跑来跟前来救援的这一些医护人员说，赶快去看看我老婆跟小孩，他们还困在车里面，他们受伤了，然后他非常非常的沮丧，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些画面就也代表说美以在这个猎杀的强度跟精准定点清楚，除了哈梅内伊那里的部分之外，后面看起来确实跟哈梅内伊出来讲的有点自信，说他们总共6000人死亡，看起来确实有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肃清，只是我们还是说有的时候万般别太自信。所以呢，我也很快的这个仅代我个人立场，这不代表肖哥。对于我上次说哈梅内伊应该不至于这么快被猎杀啊这样的说法呢，我上次呢这个也做了一个修正啊，也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下次这个就油条一点啊，就2种答案并存啊，让大家来选择。不是，我觉得敢于去做一些分析和判断，我觉得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是那个决策者，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角度嘛。而且呢，一方面你是说内鬼，但是其实后来所公布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这个信息等等，就是说他们来渗透伊朗，内鬼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们有很多的方法去渗透伊朗，他们可以通过基站，可以通过德黑兰的各种设备等等，他们都已经渗透了，就是约等于是我在跟你连线的时候，第三方可能还在看着这个屏幕，类似于这个样子。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技术也是明显要领先于伊朗的嘛，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信息技术方面是要领先于伊朗的，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很多的间谍设备啊等等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说我们在目前就是说你没有任何一方公布说一定是内鬼出了这个事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定论，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是你刚才提到了嘛，这个特朗普还有这个杀人的这个事情。首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想法哈，我到现在为止，我心里面都还打了一个问号，就是我这里面有一部分我真的认为特朗普可能不知道自己要杀哈梅内伊，我认为特朗普可能是被拉下水的。这不是前2天我跟一个在中国的伊朗留学生叫做那个 AJ 小 Y 嘛，他这几天也非常的热门，这几天他也非常的活跃，他在那个直播上面一直在聊，然后我跟他交流了一下观点，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就是
他也认为特朗普可能不知道自己那一波轰炸是要杀掉哈梅内伊，但是我们可能最后的那个落点不一样。我的观点是这个样子的，我说很有可能是等到 CIA 和摩萨德把信息、资料、情报突然推到他面前，然后呢，周围一波亲以色列的他的这些亲信，然后呢怂恿他，在一种情绪的感召之下，他可能下令去轰炸，这是一种可能性。然后呢，杀死了哈梅内伊，这可能不是一个特朗普一开始就知道的预谋。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信息是，国会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Gang of Eight， 就是国会里面的这几个高官有8人组，国会8人组是知道特朗普一开始要进行轰炸的，所以以色列先轰炸，美国紧随其上进行轰炸，这个事情国会是知道的。但是美国的信息界其实也漏得跟筛子一样，就是他跟伊朗谁也别笑谁，对不对？美国媒体最喜欢使用的就是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报道。那好，一直到现在为止，国会8人组都没有说自己提前知道要刺杀哈梅内伊，他们只是知道美国要轰炸伊朗，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信息，这是我们进行一个 fact check。所以说，我就认为很有可能特朗普是事到临头了，被怂恿，然后呢，由于他非常有这种网红心态、流量心态，他觉得可能杀掉哈梅内伊会让他之后跟伊朗的谈判进入到一个比较顺畅的阶段，或者有可能他周围的人忽悠他说，现在伊朗这个政权啊摇摇欲坠，你只要把哈梅内伊一杀，他肯定自行就垮台了。因为我们从特朗普的这个思路来考虑，他是一个计较成本的人，他非常希望叫做4两拨千斤，就是我用非常非常小的成本把一件很大很有流量的事情给办成，一本万利。对，他喜欢的事情。他非常不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从他的基本盘来说叫 no more wars。所以到现在为止啊，你会发现美国还没有宣战。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他管这个叫做什么防御性战争啊，或者是防御性军事行动啊，等等等等，或者反制性军事行动，就类似于这样子。他到现在为止也不承认这是战争，所以他并不想要把地面部队给派进去。但是你如果说不把地面部队派进去，你不主动推动叫做伊朗伊拉克化，就像当年伊拉克战争，小布什派美军下场，直接用地面部队取代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然后呢，用地面部队扶持起来一个傀儡政权，用美式的制度重新组建一个伊拉克政府。那么好，那么现在看下来他没有做到，我就感觉特朗普被忽悠了。他可能是寄希望于哈梅内伊一死，整个伊朗伊斯兰政权自己分崩瓦解，这是他做的一个美梦。然后呢，我在跟 AJ 小外我们交流的时候呢，他的提出来的观点和想法就是很有可能是摩萨德知道很多信息，因为其实现在相当于是 CIA 把中东很多尤其是伊朗的这个信息的处理权已经交给摩萨德了。那么 CIA 也不完全知道伊朗正在发生什么，摩萨德知道伊朗在发生什么，但是呢，摩萨德不会把所有的信息跟 CIA 进行分享，所以他认为是摩萨德告诉 CIA， 然后再通过 CIA 告诉特朗普说有一帮革命卫队或者说共和国的高官要在那个地方开会，但是没有说哈梅内伊会去。所以呢，特朗普只知道把这个地方给炸了可以削弱革命卫队的领导力，他可能不知道把这个地方炸了会杀掉哈梅内伊，所以他同意轰炸。这是2种可能性。所以我现在心里面一直还打了一个问号，我在想特朗普是否知道自己要杀掉哈梅内伊，或者特朗普是否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状态下杀掉了哈梅内伊，这个是我提出来的第一个我的一个问号。然后呢，就是你看战争发展到今天，不单单我们看到的是像刚才历史哥说的，很多轰炸已经变得没有目标性了，你其实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你就看了那么久，你会发现你的战争目标是什么？狂轰滥炸。对，狂轰滥炸，炸公路、炸学校、炸医院，美国人搞得跟杀人魔一样。他那个炸小学那事情，川普后来在飞机上有回应，他竟然口不择言的说那是伊朗人干的。然后后面他看了一下后面的黑格塞斯，就是战争部长，黑格塞斯说哦，我们还在调查，但是很可能是伊朗。所以这事情是在全球媒体面前，川普直接讲出来的话，我觉得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程度，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杀了这么多。因为这件事情在国际现在已经引起了一个极为巨大的轩然大波，因为他炸死了伊朗的女子小学，总共是175名儿童的时候，没多久梅兰妮亚在联合国大会来对战争中受害的儿童发言，这是非常非常荒谬，这等于是相当于对全世界的这种挑衅。我一边杀儿童，我一边说战争不该杀儿童。我觉得其实在那一幕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痛啊，很难受，因为我自己有2个孩子嘛。
所以我就说这个，哎呀，太扯了。然后现在呢，他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的战争目标。然后你像这个，在我们这边的周六晚上看到了特朗普不是在那个真实社交上面，他又说了一番让人云里雾里的话。第一，他说伊朗已经道歉和投降，你也不知道他这个话从哪儿来的。然后第二句又是我们要对伊朗进行前所未有的更大规模的打击。可是更大规模打击，你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一个美国，就是你感觉他在进行一场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行为。那我们再看一下现在伊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我们录像的今天，这个伊朗已经正式选举出了他们的最新的一任最高领袖，就是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按理说呀，我觉得呢，某种意义上其实印证了我的上一期节目给出的一些想法，就是我当时说这个时候有几种可能性，就如果说你在战争期间用很短的时间选举出了新任的最高领袖，那么非常有可能这个是在安全部队或者说暴力机关的推动之下选举出来的一个领导人。如果说这个选举最高领导人是熬到了战争结束以后才选举，那么更多的派别才有可能进行政治运作，那么它相对的可能有一些妥协在里面。那么现在他已经证实了是在战争期间，而且是非常快速。你看，是上个礼拜哈梅内伊去世，这个礼拜穆杰塔巴就已经当选了新任的最高领袖。那我们先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伊朗选举最高领导人，它并不是全民选举，就是我们一直说伊朗是叫做双元政府，它有一个神权政府，有一个民选世俗政府。民选世俗政府就是说伊朗是有总统的，它的这个总统是全民选举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最高领袖是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选举的。这个专家委员会就是一帮伊斯兰什叶派的高级学者、高级教士，他们来进行的一个选举，是这个样子。那么好，这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接班顺序在宗教的意义上在慢慢下降。为什么？第一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叫霍梅尼，伊斯兰什叶派他宗教学者是分等级的，最高等级叫大阿亚图拉，第二等级叫阿亚图拉，第三等级叫做霍贾特伊斯兰。那么好，霍梅尼他是大阿亚图拉，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被选举成为最高领袖的时候，他的头衔还不是大阿亚图拉，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整个宗教集团快速操作，把他变成了大阿亚图拉。他接任的时候只是阿亚图拉，而这一次他的儿子在宗教这个方面叫做霍贾特伊斯兰，就第三等级，你甚至不是第二等级。人家不说嘛，这个红衣主教可以选举教皇，你现在不单单是你能不能参与这个，你连红衣主教都不是。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方面，我们说在政治方面呢，当年哈梅内伊接霍梅尼的班的时候，他之前已经做了总统，就是说这个民选的总统他已经做到了。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对这个整一个的官僚机关或者说整一个的权力机构，他是属于门外汉，他不是的，他是直接领导过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府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今天穆杰塔巴他一直没有做过任何的公共职务，那我们就只能从他公共视野之外他做过哪些事情来对他进行一个分析。大量的信息透露出来的就是他相当于是他爸爸和武装力量之间的桥梁。首先，穆杰塔巴的太太的家族是伊朗非常高级的政治家族，然后呢，他们夫妻两人一方面呢是从这个民选的政府和他爸爸哈梅内伊这两边把权力给收拢过来，然后呢，通过他俩和整一个的武装力量这革命卫队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在基层上面，他们不是有巴斯基民兵这样的一个体系，就相当于他们对基层的一个控制，就约等于你可以理解为中央党卫军和地方党卫军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跟革命卫队还有地方的巴斯基民兵就保持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关系。所以说，他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他爸爸的白手套的一个角色，他相当于是个代理人。虽然他没有这个国家赋予他的权利，可是呢，你又不能说他没有权利，因为权力其实永远不是那个职务给你的。当我们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权力不是那个职务或者那个官印给你的，权力是你离权力的距离给你的。他离权力最近，所以他的可能在伊朗的政权中，他的实际影响力甚至可能高于总统，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呢，他的问题又是在于你名不正言不顺呐，别人一说什么就是哎你爹的嘛，
又不是你的。那你爹在的时候你可以，但你爹不在了，你还可以吗？可是呢，现在好，他坐上来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你看，一方面你在公共职务上面缺少对于国民的认知，你如果是说以前你代替你爹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么你不需要说有什么名正言顺，因为是你爹授权的。可是现在你变成了最高领袖了，你相当于是这个国家的元首，你要代表的是全国人民，这个是里面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地位又稳定又没有那么稳定，他的地位是权力运作给他的，他的地位不是那些做过哪个位置给他的。所以在这里我就会想到，你看他的宗教和他的公共职务上面都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可取之处。那么他的可取之处在哪里？我想说2点。第一，他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哈梅内伊如果是老死的，那么他很有可能没有那么受欢迎。但是哈梅内伊现在变成了烈士，我觉得相当于是特朗普在给这个穆杰塔巴拉票啊，这是他最大的助选啊。第二，就是由于你没有那么强势，所以呢，我觉得革命卫队可能会支持你，因为通过支持你，我就间接的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话语权。那么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另外一个人，就是伊朗现在有可能是他们的革命卫队里面的最高军代表，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这个人是谁呢？拉里贾尼是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相当于是美国国安会的秘书长，但是又不能完全类比啊。怎么说呢？因为美国国安会其实它的权力授权是来自于总统的嘛，它不是真的是能够指挥，但是呢，你又可以把它理解为，它首先是基辛格，但同时呢，你要把它理解为 CIA 的这个中情局长，同时呢，你要把它理解为是美国的情报联合总监等等等等，就是它的位置很复杂，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拉里贾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拉里贾尼是什么时候出现走到这个位置上面的？应该是2025年。我们要知道，哈梅内伊他当时已经有过一段接班的安排，最开始他是希望莱西接班嘛，就是那个死掉的那个前总统，坠机的那个。从他的角度来讲，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培养莱西，然后莱西接班。你看之前莱西在任内的时候，已经促成了沙伊和谈，促成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比如说加入上合组织等等等等，但是没了，所以他最理想的一个接班人突然没了。那好，他在2025年，就是我们去年年中的时候，以色列和伊朗不是已经进行过一轮炮战了吗？12日战争。12日战争之后，他对整个权力结构重新进行了一次组织。首先，他设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本来他们是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他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呢，又弄了一个国防委员会。而在国防委员会里面呢，他是允许总统进入了，就总统来当国防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不过呢，相应的，他让拉里贾尼来做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其实国家安全委员会才是相当于是最大的那个嘛，他是这样安排的。但是拉里贾尼他并不是一个说突然窜起来的攀附权力的一个人，这个人在伊朗政坛里面非常非常的强。首先，他的家族里面应该是有2到3位阿亚图拉，所以是一个高级神学家庭。然后同时呢，他自己这个人啊，他参加过伊朗的革命，参加过2伊战争。他在2伊战争之后呢，做过文化，做过金融，做过电信等各个方面的一把手。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伊朗的一个政治家。然后呢，他的这个家族除他之外，他的兄弟姐妹在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个政权里面各有任职，权力非常大，他的整个的覆盖网非常多。所以呢，他变成了一个既有地位又有权力又有关系的，还有家族有历史的这样一个人。他呢就可以代表保守派和温和派去进行沟通。他相当于是保守派里面的温和派，但是呢，他又是温和派可以接受的保守派，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同时呢又是和革命卫队关系非常密切，他当过革命卫队的指挥官、高级军官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人盘根错节。那么现在呢，由于整个伊朗的权力结构被美国给洗了2、3遍，现在拉里贾尼很有可能是事实上或者实际上的伊朗最有权力的人。因为我们还是要说，权力不是那个位置给你的，并不是说穆杰塔巴今天当上了最高领袖，他就成为了最有权力的那个人。因为权力是说你必须要能够跟各个执行权力的人能够说得上话，并且能够妥善的命令他们。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当上你就可以的，就好像很多的小皇帝，他一当上皇帝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命令或者指挥各个封疆大吏。那么很有可能拉里贾尼就是目前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这个有可能就是目前伊朗的一个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之后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历史哥，你发现没有，就是特朗普不单单没有把他想要
要消灭的所谓的结构给消灭掉。我们说实话，就是他甚至帮伊朗往军政府的阶段更多推了一步。我来补充一下刚刚王骁讲的几个。第一个啊，穆杰塔巴的特色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奉他父亲之命，他17岁就加入革命卫队了。所以当年跟他同期的革命卫队，大家想，经过那几十年的时间，他以这些革命卫队的老同学们全部都干到了革命卫队的高阶。所以穆杰塔巴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哈梅内伊的次子，他的权力来源当然跟他的人生故利关系是非常显著的。而这一些人生故利关系，我们用4个字形容叫盘根错节。它的分布，它并不是一个点状式、线状式的分布。我们得注意到一个事情是，伊朗是一个拥有164万平方公里、人口9200万人的一个区域型大国。从任何的角度上来看，它远远比委内瑞拉来的更加的巨大。委内瑞拉只是石油多，但它的面积跟它的人口，虽然它面积也不小，委内瑞拉也有个80-90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2000多万，它并不是一个在区域上的强国啊，它只是嘴巴强，但它事实上它并不强，而且本身的社会的结构很大程度还是在一个前现代化的一个状况。因为大家知道，西班牙殖民的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就它非常的松散，整个拉美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现代化历程的国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要真说的话，阿根廷可能还好一点啊，不过这今天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可是你可以看到，在伊斯兰地区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我那天在我的一个节目讲大使馆的时候，我就谈了，你如果说对比伊朗，它的主要的对面是谁呢？就是我们看到海合会就是阿拉伯国家海湾合作委员会，这里面海合会就是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包含科威特、巴林、卡达尔，然后阿联酋还有阿曼。你会发现这几个国家根本意义上他们都不是一个社会经历过现代化的状况，他们生活很现代化，他们的物质条件都比伊朗人过得更好，可是在社会结构跟组构上面，他们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现代化。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现代化？在教育、在经济结构、在整个政府结构组织上面，它经历过了什么现代化的几个指标？工业化、完整的国民教育、高强度的有组织的我们讲的叫科层体制，也就是体系化。而这些东西其实伊朗都经历过，只是不完整。它的工业化到了1970年代、80年代受到重大制裁，所以伊朗的工业的程度各种品项都有，但是大概就停留在1990年到2000年左右的水准。然后它也有个别的比较好，比如说它组装无人机的技术大概全世界上算前几名的，也很能打嘛，包含它出口到俄国。最荒唐的是被美国给逆向工程的，这个简直是荒唐到极点啊！美国逆向工程见证者无人机，好，这然后拿来打伊朗啊，你可以很难理解说，美国一个堂堂的世界龙头，竟然还要逆向伊朗的工业产品。然后它的教育体系，伊朗拥有整个伊斯兰世界里面最高比例的大学生的入学率，它的大学生初入学率在60%左右，而且以理工科为主。比如说呢，我们讲伊朗这个前总统强伊潘内贾德，他就是一个类似清华本科土木工程系的老哥，然后他是一个土木工程博士嘛，然后他干过省长，然后干过德黑兰的市长，非常的能打。然后他怎么起家的？因为他很会盖，相当于台湾人所说的社会住宅嘛，给提供了很多当时地震后的灾民可以快速的安居乐业。大家知道这种的社会动员能力啊，你放眼南边这些破湾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南边这些破湾国家，它的社会动员力来自于外劳，就我给钱叫外劳来工作，用公式化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沙特阿拉伯，他要盖任何的工程的话，他都依赖于宾拉登家族。对，就是那个袭击纽约双子星塔的那个宾拉登，那个宾拉登的爸爸就是宾拉登公司的创办人，而那个宾拉登的哥哥，这现在的大宾拉登就是这间宾拉登营造公司的现在的负责人，那他就专门在帮忙盖房子。但他们聘用的是本地人吗？除了法律规定之外，多数都是外劳，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啊、印度啊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伊朗它是一个进入现代化，但它又不完全。这就跟伊朗的体制我们谈了好几次，你看它的军队两套，它的政府两套，它的宗教两套。如果大家可以去查伊朗的宗教，它的民政归一般司法体系管，但是它的国家安全、宗教相关又有专门的宗教法庭。但是他们的司法的总领，他本身又是一个高级教士，然后他是一个所谓的神学法的学者，然后他呢本身也是库姆神学院，也就是什叶派最重要的库姆神学院出身的。那他现在还是库姆神学院的领导人。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刚才透过讨论这些人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本来伊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透彻，历史非常非常的长，但是经常性被外族统治。那你说他灭了吗？波斯文明在这边的渗透力极强，波斯人到处经商，到处做官，别的不说嘛，元朝的时候色目人都是波斯人，绝大多数波斯人。为什么波斯人有一种很厉害，速算了得，特别会算钱。还有一个呢，很多草原民族的执政者最爱的是什么？包税制，我才不管你怎么搞到钱，总之你给我搞钱就对了。他的包税制特别厉害，怎么敲诈鱼肉百姓这个波斯人特别有心得你看这个元朝搞得民不聊生，为什么元朝末年这么的黑暗？为什么朱元璋当时反的时候，在明初的时候对贪官污吏要搞到剥皮死草，就是因为这色目人官员这简
简直就是给老百姓剥皮吃草嘛，就是他这个概念。而这样的传统到今天的波斯，也就是伊朗，它依然存在。所以伊朗它的大学里面理工科以数学为主的相关科系特别发达。我们刚刚讲内贾德为什么他那么受到欢迎？内贾德的出身非常的贫苦啊，他是贫苦农民的出身，然后他们家据说也打铁的铁匠了。然后是因为当时伊朗高速的城镇化，也就是在巴勒维王朝后期的时候，他这个经济奇迹嘛，所以高速的城镇化的时候，他们搬到德黑兰的贫民窟，靠着做题家的能力，啪啪啪一路往上跑，然后呢，最终啊变成了一方之霸。可是你看这背后，它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推动工业革命的是国王，所以这也代表说，这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它又没办法雨露均沾，因为国王必然形成特权阶级，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而它其实还是跟中东这些伊斯兰国家一样，它本身是一个君主权力集中制。也事实上，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海合会国家，南边的这几个，它哪一个不是？只有科威特算是宪法做的比较好，但科威特小啊，就即便科威特这样，科威特的家族他们还是必须透过大量的联姻去拉拢彼此。那最有名的不就是沙特阿拉伯吗？你看这个国家叫沙特或沙乌地，其实告诉大家都是同个词来的，英文里面就拼作 Saud 或 Saudi 啊，就是 SAUDI， 所以叫绍德王朝啊。老绍德国王呢娶了一大堆老婆，生了上百个孩子。现在所有的国王，除了第一代是老绍德国王挂掉之外，后面全部都是兄弟接班。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沙特的实际领导人第三代小 MBS 萨勒曼他会这么样的受到关注，因为这是沙特阿拉伯有史以来第一次终于要摆脱兄终弟及了。那为什么要兄终弟及呢？因为每个家族轮流坐庄嘛。我当然没办法在父系上面坐庄，但我可以在母系上面坐庄啊，大家轮流干。好，这也是为什么当时 MBS 把一大堆人关到5星级饭店，史称5星级豪华酒店政变的那个时候，会如此的受到关注。那你看那个政变的强度，其实如果对比非洲都还是很烂。为什么？因为进去里面就叫了他的亲信，人手拿一把棍子，点先打，你给我投降，你给我打一打，那些王爷哪受得了？大家就把钱吐一吐啊，就说好，算了，大哥你行，好，我投降，要不然就滚出去啊，就这样。所以其实从这里面的分析，你就会看到说，伊朗显著于跟海合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今天那么扛重。他虽然被渗透的跟筛子一样，他虽然看起来很二元，可是在这些二元的背后，其实伊朗是一个，老实讲，他已经经历过现代化的国家了，他已经是一个已然进入现代化国家，这样的政府组织动员能力是远远比南方那一些王爷国家强。这也是为什么伊朗每天送大宝贝、小宝贝给这些王爷国家，这些王爷国家闷不吭声，因为很简单嘛，这些王爷国家确实他真的没有办法。这些王爷国家打从19世纪接受英法保护国之后，就形成路径依赖了。保护我的政权、保护我的国家的方法就是找个大哥，即便我跟大哥不好，所以你看这个 MBS 跟美国不好，他就去找二哥，他去找了巴基斯坦，给了一个核保护伞。所以现在伊朗打沙特打少一点，还打，但是打少一点，因为巴基斯坦吭声了。这我老板啊，小心一点啊，就打少一点。但整体来讲就是很松散，所以这也是美国在这边非常吃力啊。因为美国来到这里之后，他发现一个大问题啊，哇！除了整个中东地区，你真要讲现代化国家，我必须说，除了北边的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出了一个天降猛男凯穆尔嘛，然后以色列，再来其实是伊朗，搞了老半天，他没有一个队友能打的。那土耳其现在跟他不好，所以呢，现在怎么办呢？你看，就是变成找了以色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边很吃力嘛，他也有杠杆，但他没杠杆，他只好亲自下场。那伊朗就抓住了这一点。那12日战争里面呢，给伊朗最大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在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亲自讲出来的。他说我们学了很大的一课，所以你看他把他的整个战争的方式跟模式做了很大的修正，他是很有序的。现在大家都分析伊朗怎么打，伊朗现在打法是这样：战争初期先给你震撼弹，我给你撒一大堆大宝贝，然后就是大火箭一直刷，齐刷刷的，然后无人机炸，先让你整个以色列破防嘛。当神流血了，神就不是神了嘛。然后把你的第5舰队的总部啊，各位，第5舰队总部相当于在亚太啊，是在横须贺港的第7舰队总部，这是同级的，大家知道吗？你很难想象第7舰队总部它的雷达被炸了，他的营房被炸了，然后船还跑了，没有船敢待在这个港里面，不是笑话吗？现在华盛顿号啊，现在停在横须贺港里面整备啊，还出不去啊，现在正在整修，这是很难想象的。就美国的破防竟然到这种程度，我非常同意王骁所说的，很有可能真的川普不知道把哈梅尼干掉这事情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而现在好玩了，本来伊朗真的被渗透跟筛子，因为他什么都两套，所以人心难定，这也是波斯帝国向来的问题。波斯帝国向来内奸就是比忠诚还要多。
多，这很难搞。你看波斯帝国每次打仗总有引路人嘛，大流士再怎么跑，怎么抓到大流士？靠的就是叛徒指出大流士躲在那里，然后亚历山大要去抓大流士了嘛，大流士最后自杀了。哦，最后当然也有人说他杀了哈，可能是被其他人干掉。但不管怎么样，这波斯帝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败亡的。可是今天你却营造了这个波斯帝国的正统继承，就伊朗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团结，而这个团结呢，献祭了这个讲白了，穆吉塔巴为什么能坐上？他这个烈士家属的身份，那真的是加分加到爆。本来被视为是贪腐的象征，伊朗的反对派、海外反对派指控穆吉塔巴在海外有10几亿的美元的资产，但现在谁在乎呢？没人在乎了，因为第一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真能打嘛，他有战策、有方法、有步骤，确实让美国人挨炸的受不了。真的，我跟你说，这一次就是这个以前一堆人都说什么哈梅内伊家族在海外几十亿、几百亿美金，然后呢，特朗普一来，哇，就全部都给他干掉了。你这不是钱在外面吗？现在大家现在莫名其妙，你的话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或者你以前的话跟现在的话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所以我说，就是他是穆杰塔巴最大的助选。对，这关键，因为你说几十亿美元啊，你不是最会金融制裁的，抓啊，封啊。怎么到现在1块钱没查到呢？不是，这不是笑话吗？你连普丁的海外资产你都敢抄了，这个穆杰塔巴你怕啥呢？这是最大问题嘛。然后穆杰塔巴在那场空袭当中，他死了爸爸，死了妈妈，死了老婆，死了小孩。所以穆杰塔巴他的强硬、他的立场、他的烈士遗属的身份，再加虽然他品级不高，但他终究是圈内人。他虽然不是红衣大主教，但他也已经做到主教了嘛。那战争时期跳级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过嘛，对不对？一个少尉只要敢打，下一阶段可能就升少校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连跳2级的事情，它多了去了嘛。这在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因为国家进入紧急动员时期，这个伊朗现在是生存问题啊。然后整个革命卫队又被你美国跟欧洲列为所谓的恐怖组织。那既然伊朗如果无条件投降，那革命卫队当场要死啊！他能不死，那他拼命啊！本来拼命只能挣到钱，但现在不拼命，不要说挣钱了，不拼命都得死啊！但当然得拼命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虽然死了，但你活了。但你活着，你像个死的，所以活内衣比不过死内衣啊。所以我想啊，这里面我们就做个总结，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这一个现在的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他本身也是长期担任伊朗的国会议长，他确实政通人和，但是他本身呢，最大问题是第一个年纪比较大，第二个呢，现在的革命卫队需要一个极端的强硬派才能拱住内部的士气来做融合。所以我认为啦，如果一切融合的相对顺利，因为这么讲好了，这些人都相处非常的久了，那现在正是同仇敌忾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真正的核心是谁？就是哈梅内伊嘛。而且还有一个点哦，哈梅内伊本身是温和派啊，我都不晓得这个特朗普这个脑袋瓜里面这特离谱的。哈梅内伊有流出一段10年前他宣教的一个影片，最近在我们台湾的Trade上面流传哦，我也是在Trade上面看到，我惊呆了。他跟一个小男孩讲啊，这小男孩说：“先生，我想当烈士。”那大家也知道什叶派有这种烈士的传统嘛。他跟这个小男孩说：“首先祝福你长高，祝福你长大，等你呢好好奉献你的人生8、90年之后，你再成为烈士，好吗？”非常温和，所以也是大家诟病哈梅内伊。所以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哦，选出了新的穆杰塔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伊朗来讲是很大的震荡，但是我们应该反向思考，伊朗的结构本来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内部对立性跟它的所有的现代化属性的不透彻。但是经过了齿轮的轰炸之后，把这个政府里面杀掉了一大堆人，48个高官，残余下来的组织，因为伊朗够大，所以填补的速度会很快，它重新凝合，而这套体系已经跟美国对战47年了，它并没有说是一个新生的体系或者是一个暂时的体系，它是一个长久的体系，所以它会有一个凝合的过程。而这凝合过程当中，你把很多原本的杂质真的打掉了，还不是这个赖清德的打掉杂质，人家是物理意义上的打掉杂质，对不对？打完之后，虽然穆杰塔巴绝对不是像他爸爸说一不二的存在，也不可能到霍梅尼的高度，他的宗教虽然这些都没有，但是他正是这个体系现在所需要的人。而借由这样的体系的重新的外力的一个强迫性的再造，现在伊朗里面没有反对派了，谁敢反对？国家都被炸几轮了，死了多少人去了？是上千人死亡了，可以这么说吧？整个中部、西部、德黑兰，除了东部、北部还没被轰炸之外，基本上家家户户多少都有死人吧，或者是你的亲戚好友有死人吧？谁不愤怒呢？难不成你家死人了，然后你还高喊说可恶，都是伊朗革命卫队干的吗？不是吧？只有川普才会讲出
出那种话。其实这反而催生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伊朗的现代化属性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个更高强度的发挥。这个是一个能够做现代化动员的国家，而你看到革命卫队现在正在做这件事。它本来最大的障碍是2套机构，而现在呢，因为随着高强度的轰炸跟一些军政领导人员的损失，这2套机构虽然不会马上兼容在一起，依照伊朗历史也没办法真正兼容在一起，但是至少它可以一定程度的互相捆绑，然后发挥的更有效力。这也是接下来如果伊朗它能够打持久战，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吧，穆杰塔巴再被干掉，还会有下一个穆杰塔巴，我是这么认为的。它不会像委内瑞拉那么松散，即便委内瑞拉那么松散，也没有马上被干掉，社会党还在执政嘛。所以往前走，我认为这其实反而发挥了伊朗的一个现代属性，而动员调动了整个国家的一个能量，而是这样的一个观察。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谁耗得起吧。那只是当然，伊朗绝对是受伤非常惨烈，因为他就是直接被炸的那个对象。但是并不代表伊朗他会像那些网页国家一样，你做定点清楚之后，他就垮掉了。讲白了，当川普作为世界第一大龙头、世界霸主的时候，结果他玩的是赌徒心态的时候，我都不晓得他到底是大美国还是小日子，这很困难。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没有去有一个足够深刻的探讨是什么呢？就是伊朗它的这套体制是从它出现的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开始被美国制裁的，所以说这个国家是一直在制裁中摸索自己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结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你如果不出动绝对的压力去消灭它的话，那么其实你没有办法很简单的期待它自己垮掉，因为它这套结构本来韧性就比一般的社会要强，它是过苦日子的嘛，它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它不像周围的国家，你比如说很多人说伊朗也是石油国家，所以伊朗应该很富啊，确实伊朗是石油国家，那卖石油确实是能挣到一些钱，但是各位要注意，所有的大宗交易最难的地方，它不是把东西给运出去，它最难的地方是结算。那比如说这个伊朗，它结算之后，它需要外汇，它需要美元，这个东西它怎么拿过来？所以它反而是在整个世界中那种各种犄角旮旯、投机取巧，然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各种各样的方法，它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性，或者说对这个世界里面的很多的叫做次一级的灰色规则，它比你清楚的不得了，而且它非常善于使用这些规则。所以我们一直说伊朗属于长期练兵状态，它虽然这里面啊，它的特务也多，它的反贼也多，但是你不能去否认这样一个长期斗争的国家，它有它自己的那种技术性的优势、韧性。它是一直在练兵的嘛，而且它不是一直在练兵啊，它是一直在用兵，它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它不是只是在纸上谈兵或者说画图，它是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它在一直想，哎，如果我这边这个人没了，我应该怎么样子保证我这个结构继续稳定？如果我那个部队没了，我应该怎么样保证这个东西还能打下去？如果我这边这个财源断了，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发新的财源？我如果这边这个能源断了，我从什么地方开发新的能源？这是他一直在研究的事情。所以反而对于伊朗来说，如果你特朗普你不打算派出地面部队，不打算用暴力来直接推翻他的政府，你指望他自己垮掉，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特朗普最近不是有一个世界名画吗？你不是说你搞50多个牧师扶着你的肩去祈祷就可以的。I pray for God bless you 你不是说你搞50多个大仙儿搁那儿给你祈祷你就成了，你并不会通过祈祷把伊朗这个政府给祈祷垮掉，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下面我们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小的预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下面会怎么样。我觉得呢，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他现在应该是认为自己被坑了，然后呢，现在为止应该是没有人敢于跟他说，就是总统阁下，我们如果不派出地面部队，可能这个仗我们打不明白。这个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有点骑虎难下的地方。然后对于以色列来说，他应该会发动更多的能量，不是针对伊朗，而是针对华盛顿。我认为内塔尼亚胡会发动更多的外交力量，投入更多的钱、政治现金，还有人脉资源，要让特朗普不撤军。我认为这是内塔尼亚胡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因为如果说这一次的伊朗不足以把美国困在那里，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把美国给拖下水了。而如果美国在这一次意兴阑珊、灰溜溜的收场，那可能内塔尼亚胡就真的危险了。所以我认为内塔尼亚胡现在至少可能会要追求一个承诺，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新闻，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在大量的新闻的环境里面可能没有格外的去注意到，就是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统说赦免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所有的法律指控，这是他提出来的要求。那么我觉得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是在追求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整个
2023年整个中东现在一团乱，是内塔尼亚胡一场大型的自救活动。所以说我在想，特朗普如果想要撤出去，有可能特朗普下面下一步要去施压的不是伊朗，而是以色列总统。而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要往下一步继续打，他可能要花的更多力量，不是针对德黑兰，而是针对华盛顿。这个是我觉得这两强有可能在暗线上面需要发力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看其他地方。下面一方面是中东，中东这个地方，还像我们刚才说的，关键不是在于你这些能源能不能够运得出去，因为之前不是大家看到了一艘大概率有可能疑似日本船只突然把自己改成了 Chinese owner 啊，突然在那个航道上面把自己的资料改成了 Chinese own， 然后呢开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现场换船东。非常非常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现在的意义不是在你能不能把东西运出去，而是各种各样的交付，然后呢保证。比如我们现在看，对于这些王爷来说，他们需要的是高油价，现在好像是达到了高油价，可是这个高油价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高油价，高油价的意义是我的这个油要能运得出去，这样的高油价才有意义。所以说对于沙特来说，你看他之前2030愿景从2023年开打之后，他的这个项目情况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因为国际油价不断在跌，地区形势不断的在严峻，也就是说他赚的钱越来越少，他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呢他这些项目的吸引力越来越差啊。然后呢另外一边我们又可以看到迪拜，你要知道迪拜啊，不单单是很多人说什么这个阿联酋也是一个重要的石油或者天然气出口，但是各位不是这样子，迪拜这个地方它不单单是交易这个石油天然气，或者说给一个金融的活动场所，霍尔木兹海峡承担了全球化肥贸易1/3的量，也就是中东这个地方啊，尿素每年出口2200万吨。那我问你，下一步粮食怎么办？尤其是印度的产粮，下面要怎么办？然后呢，中东这个地方啊，硫磺、镍、铜交易，尤其是硫磺占到全球产量24%，下面要怎么办？要怎么运出去？要怎么做？然后呢，铝的交易，再比如说全球最重要的二手汽车交易地区之一就是迪拜，这个啊不是运出去，这个是运进来。但是我想问大家，二手汽车谁是最大的出口方？日本。因为日本Toyota5年车线很多人要换，日本很尴尬，所以我就说呀，不单单是中东尴尬，那比如说欧洲尴不尴尬？欧洲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个能源价格一涨再涨，现在欧洲怎么办？我问你，欧洲的这个夏天要怎么过？欧洲下面的冬天要怎么过？然后日本要怎么办？日本简直是啊，我觉得啊，就我刚才跟历史哥我们录节目前，我还没跟聊过，我说这个虽然说呢，我们也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也相信科学，但是你说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啊，你没办法不迷信。你说这个日本啊，我们不去聊这个政治人物的政见啊，比如石破茂他可能相对温和一点，相对理性一点，然后现在高市早苗他是激进一点，但我就说石破茂啊和高市早苗这两个人从面相上面来看，你都觉得这两个人啊望之不似人君，就确实啊，日本这个国家他所面临的就是你看越来越极端，结果呢各种东西逐渐被封闭住，很尴尬。相比于中国大陆来说，第一岛链上面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霍尔木兹的能源的依赖程度是更加高的。你现在就在第一岛链上面啊，你来分享一下你们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这个95%的石油从中东进去就是日本。日本呢，目前1978年他们建立了战略储备原油这件事情以来，从来没有过是真正意义上的缺油来释放原油，通常都是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来做原油的调控。但是这一次可能真的第一次要做这件事情，这对日本来讲很伤，因为日本的石油跟中东它这种双向绑定是为什么？因为日本发家的早有好处嘛，因为中东的石油我们都知道，中东石油是中质原油，它的开采的技术相对简单，它的成本低廉，油源稳定。然后呢，过去在美国的强力护航之下，大家知道从1950年当时还有所谓中部公约组织嘛，它是美国是拿了3大根钉子钉死在这边的，旁边的以色列、伊朗跟沙特，他们是3根大钉子，上面还有一个土耳其啊，把它完全钉死。所以中东地区本来对美国呢是牢靠的，而日本人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为什么日本在中东布局如此之深？日本人跟中东地区跟伊朗其实都有很特殊的关系，大量的投资啊，大量的经济之前的一些链接，还有很多在灰色交易市场里面，跟伊朗虽然被经济封锁，但日本人在伊朗的地下经济里面，他依然是有很大的一个角色。大家去伊朗看就知道，伊朗有大量的二手车是哪个牌子啊 ？Toyota， 丰田，对吧？当然我们都知道丰田到处都有，好，皮卡到处都是，但是这就是日本，因为他所经历过的经济繁荣跟发展的那个年代，认真讲跟
中国大陆跟台湾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是比较后面的，尤其大陆又更后面的嘛。你说第一波是日本，第二波才是所谓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才是进入到中国大陆的改开的时候。所以它这里面日本所有的，它有很多的线都是早期布下，而且对它来讲已经形成不仅是路径依赖，都路径固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应对整个中东变局的时候高市早苗啊，本来要去开日韩大战的开球，他突然不去了，搞得有一个人很尴尬，自费包机，身价只有900万，但包机可能要1000万的卓荣泰，台湾的行政院长飞过去，结果扑了个空，啥都没看到，很尴尬啊。虽然去了本来场次就不一样，但是很多人说就开他这个玩笑嘛。所以日本的焦虑感非常的重，大家也可以看到，日本最近还有一个最大的焦虑感是什么？他正在被抽血，逆向抽血，他的爱国者飞弹是一批一茬的往船上扔，运去中东要保护美国的这些基地，保护以色列。就真的有台湾的网友啊，在Twitter上面分享说，气死人了，最近疯狂加班，为什么？因为他在日本干港口的装卸工作，所以他半夜都在加班。他还拍了一张照片，全部都是爱国者飞弹。那爱国者飞弹这个弹体，它如果是还没有发射的话，它包含那个发射筒，它是白色的嘛，就一茬都往上运这样。然后他说已经加班好多天了，都不能休息啊，没办法。所以你看日本、韩国也被撤了一套萨德，但韩国不慌啊。今年是中韩关系再改善元年嘛，我们最厉害的李在明他最会改各种元年的哦，明年就中韩关系再升华元年，他总之有是他的办法。所以韩国不慌，但是日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他现在中日关系很差，所以他怎么办？但是美国又不在，现在整个第一岛链只剩一艘船啊！我的天啊，大家知道吗？只剩地黎波里号2栖攻击舰，就是说第一岛链上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叫做解放军，解放军有3条航母在这边，更别说各种2栖攻击舰了，什么湖北舰啊、海南舰啊，还有四川舰还在练得快好了嘛。但是美国只有一艘华盛顿号，现在那可在横须贺港里面正在准备，一艘地黎波里舰正在西太平洋做演训，作为监控，你吓谁呢？所以有人就说，现在其实第一岛链哦，对美国及其他的小老弟们最危险的时刻，包含民进党，因为确实，如果现在真的发生两岸冲突或发生第一岛链冲突，有人挡得住解放军吗？没有人。所以日本的焦虑是非常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高市早苗突然之间，民生，加班，突然之间，之前每天在那边搞事情的，不是3不5时，还要跟他的防务大臣，就是小泉在那边比拼谁比较反中嘛，现在突然之间2个人都歇菜熄火了，那到底怎么来的嘛？所以我想日本的焦虑感是非常重的，因为就刚才王小讲的很好笑嘛，肖哥说的望之不是人君，我告诉大家，连运气都不是人君嘛，就怕什么来什么嘛。就在第一岛链呢，美国往后撤，然后呢防务空虚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又来了一个断油断气危机，你就很难想象这事情到底怎么发生。不过对日本还是有一些小的好消息啊，因为呢卡塔尔就是台湾说的卡达，只有大概4%到5%的天然气是给日本的，因为日本发展比较早，所以它的气啊主要不来自于这边啊，因为卡达是后来才开发出来的气田嘛，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日本作为一个老经济强国，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它的脉络事实上是跟台湾这个第2波的，跟大陆这种第3波的其实是很大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一次荷姆斯海峡的封锁，台湾当然紧张，因为台湾是天然气发电占到一半了嘛，因为台湾这个天然气政策是后面出现的，所以就因应了后来所出现的天然气田就卡达，所以就大量去购买，所以现在慌得不择路，不知道去哪里买。虽然我们的经济部长跳出来说，哎呀，大家放心，3、4月份啊，没事的啊，现在天气变暖啦，欧洲人不用气啦，所以没事的。哦，听他在画胡乱啊，这个他随便乱讲。那这种焦虑感呢，就一样出现在台湾。在开播之前呢，肖哥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那台湾的这些政界到底怎么看？我跟大家讲，最神奇的是民进党对于整个伊朗战事从狂欢变成沉默。狂欢是UCCU， 继马杜罗被抓到纽约受审之后，哈梅内去见真主啦，主打一个字叫爽，特朗普改名叫特别爽。所以你看青鸟胜利啦，完全大胜利啊，每天咕咕叫啊，太开心了，狂欢到不行，还甚至有人到处贴这个图，贴这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他推了一台购物车，上面有各个人头，有没有？以前什么这个汉雅尼的人头啊，这个真主党的领袖的人头啊，非常糟糕。说这些啊桀骜不驯的人都被他干掉，那个图恶心到我不想把它存下来，但实在是太白的墨了。但是回过头来，下面就有人马上酸这些青鸟，以色列干得到，那北京干不干得到？你继续嗨。那现在第一岛链的状况，所以民进党现在转趋低调，而且呢，再加上卓荣泰这个包机事件，有时间包机去日本看棒球啊，没时间处理中东大量的台湾人滞留问题啊。中东台湾人呢自己想办法，所以民进党这种荒唐到什么程度？我认为他用棒球在想办法转移他对于中东问题的一个极度的焦虑感。今天台湾台股一开市暴跌2000点，当然现在稍微回补了，可是这个
个焦虑感来自于哪里？因为台湾的大量能源跟中东是高度绑定的，而民进党最失败的能源转型政策就是把核能给废了，天然气过半，这不是怕啥来啥了吗？所以我常讲啊，这个赖清德赖赏望之不是人君是吧？这个他也有一份嘛，是上来之后各种灾难各种发生，奇怪人家小英的时候就没这事，为什么你来就是各种灾难呢？所以他现在被这个打了一个头，搞了这个包机飞去日本，所以这整个政府现在慌了嘛，乱的嘛，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现在中东变局所带来的整体的效应，这都不说是蝴蝶效应，这我们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央效应了。它是国无战扩张，而且不断的扩大。这个震波对民进党来讲，网络是一个巨型的海啸，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如果你接下来继续发展，因为我相信卓荣泰坐包机去日本这个所谓的外交突破，接下来赖清德可能要这样干，他用这种方式去访日，有没有可能这真干成了？那完蛋了，解放军下一次就不是在九州南方了，下一次就在东京南方了。解放军下次就不是在淡水河口拍照片了，下次直接拍照片拍到你总统府了。所以现在这是两个赌徒心态嘛，川普是个赌徒，高市早苗是个赌徒，第三个赌就赖清德赖上，他也在赌。但这些赌非常的好笑，为什么非常好笑？你看美国媒体的反应就知道了。美国的媒体现在反应啊，刚才王小讲的很精髓啊，你有没有给大家讲一下美国媒体的反应？我东大坐着都赢了，是不是？标题怎么下的 ？China is winning by doing nothing 。中国靠什么都不做赢了，这是新的赢学，叫等赢，等赢，躺赢就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到了这个节点呢，今天我们就来讲最后一个，我们今天想要把它做一个总结，就规整一下。当美国的老布希号航母从姆港诺福克港载了川普说的史上最多的弹药到中东去准备大杀特杀的时候，其实美国已经彻底输掉了。为什么？神流血了，而且神用尽力了，然后神依然没有办法拿到神要的东西。我觉得是的，就是伊朗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美国给试出来，就是美国大概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这样体量的国家，它最高能够愿意舍得出多大的力气，将会成为一种标准，就是大家就知道啊，美国大概就是这个标准。其实宝剑不出鞘，它是最可怕。你看这个武士刀的居合斩，当它出鞘之前，你哪知它的刀是长是短，它能够砍到哪里？但它一出鞘了，你算出来之后，你第一刀没被砍中，那接下来就好打了嘛，至少你有个底了嘛。所以居合为什么在日本很重要？他就等那个时机，他只能一刀中，要不然就是一刀就输。这是日本赌徒心态所具体的呈现。一样，3组航空母舰战斗群，福特号、林肯号，然后再加上现在要赶赴的老布希号。而老布希号来本身也是非常的荒谬，因为不管是老布希、小布希，对不对？布希最喜欢搞的就是中东，最喜欢打的就是波湾战争。然后结果现在把布希号开来再打波湾战争，到底想怎样？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当第一岛链上只剩下一艘蒂尼波里号2栖攻击舰在把守的时候，所以这世界上其实我觉得很清晰。我最近有一个说法叫做 G2 的摊牌时刻，因为本来以为美国在出牌，结果没想到他打的是底牌，底牌打完之后，结果没想到破的是底裤。我的天啊，这到底我真的黑人问号了，我很难想象怎么会这样。所以刚才 China winning for doing nothing 这标下的真好，你只能说美国人还是会下标的，所以这不能说赢血吧？这秦始皇啊，照8重镜子啊，赢了8次呗，因为赢了隔壁啊87分不能再高的美国啊，美国真的是自毁长城。因为我再说一次这个重点，以前美国存在即真理，存在即强权，存在即天神，全部被伊朗打破了。其实伊朗只要再撑个几个月，我知道他们国家会受尽各种苦难，会死非常多的人，挨非常多的炸弹，但是伊朗会真正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其实从整个地图来看，伊朗是整个地图上最重要的节点。为什么？还记得布里辛斯基的大三角吗？伊朗为什么重要？伊朗刚好卡在中亚、南亚、西亚，而它刚好这样，它的南边是波斯湾，北边是里海，它是个对的。而伊朗撑的本钱也在这里，它够大，人够多。里海的对面是美国的老对头俄罗斯，源源不绝的粮食啊，各种武器，它也可以从里海的对头冲过来，从中亚进来。所以伊朗是有撑的本钱。那本来对伊朗来讲最不能撑的是它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它那一种两面性，透过谈判就能解决问题，那我就不见得要强硬到底；透过妥协来换取空间，那我就不会坚持到底。可是现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嘛，都随着那一枚落在最高领袖官邸的那一枚炸弹彻底的处理掉了。而今天哈梅内伊的儿子上台，其实就是这件事的具现化，而它所形成的冲击波无远弗届的冲击到全球。G2 终究在美国的设想下，它是要透过推进 G2， 把 G2 从一个状态变成一个结构。但这个建基在美国的实力依然保存的情况之下，我刀收回去了，你不知道我刀在哪里。但现在你拿着刀一直猛砍，一路退，那你这个被逼到墙角的武士，那大家都看穿了，你只是一个在乱挥刀的家伙，你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挥刀砍向伊朗，你根本不对伊朗宣战。
而你的官员、你的整个政府的狂态跟丑态。当你偷袭一个到斯里兰卡要寻求庇护的一艘1000多吨级的，上面载了180个超载的伊朗的军舰，他根本不在战斗序列，然后你讲的一副你好像得逞了，他说你别躲在公海的黑格塞斯那一副嚣张的嘴脸，你炸死了伊朗的女子小学的学生集体下葬，然后你川普竟然说那是伊朗人自己杀的。当你都用这种态度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然后你的慌乱的行径，你现在从诺福克港要去杀更多的人，要去炸更多，因为现在伊朗的北部跟东北部目前没有被炸到，他要继续去炸，继续去攻击。我觉得 go ahead， 你继续做你吧，但是整个世界不会再像美国想怎样就怎样。虽然他下一步要去打古巴了，这个大概是非常有机会的，可是我最后就想给大家提出一个大哉问，那你觉得呢？我认为 G2 的揭牌时刻就是美国已经无力实行他想象中的 G2， 从实际的状态转向格局的变化，而中国正从这一局里面彻底的解放出来了。美国到底实力是多少？他到底怎么做？现在牌我认为已经回到中国的桌上，因为中国大陆外长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了几个点。第一，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现在需要做的是双方做周全的准备，营造适宜的环境，管控存在的风险，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一句话里面暗含很多，摆在我桌面上代表我掌握主动权，而不是摆在你川普桌面上。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跟金正恩比大小了，对吧？这个时候你跟中国你比不了大小。第二个，中美关系牵动各方，影响全球，两国打交道只会导致误解、误判，走向冲突对抗，殃及世界。所以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他讲到两国元首身体力行，在最高层次上保持了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也推动了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的总体稳定。什么意思？现在的中美关系之所以可以继续下去，完全是因为川普你跟中国领导人之间所建立的元首外交的互信，你川普自己想清楚你要不要这件事。而且他另外还提到说，这本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也是一场对各方都没有好处的战争。尤其是被问及提及美国要把新的世界引领向 G2 架构的时候，王毅是直接反驳的，不应该有2个国家来单独主导世界，应该多极化的格局。而且也警告个别国家大搞关税壁垒、锻炼脱钩，无疑抱薪就会最终反噬其身。其实话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显著了，各方面都是在暗示，如果你美国继续这样搞下去，那这场会面的主动权在我身上。所以这就很有趣了，就最后就把这个事情给抛出来。为什么？因为既然主动权在中国身上，不管见或不见，其实还真的是 do nothing， 就等呗，等着它开花，等着它结果。所以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吧？见了那是基于什么原因？不见又基于什么原因？大家现在猜嘛，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你可以分享你的想法。我非常期待看到大家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我心里有一个答案，但是呢，我想再酝酿一下，我们再多一点因素凑集一下，搞不好我们很快应该在岛岛还会再见面，所以大家也不着急。但是我讲一个事情是，今天美国搞成这个样子，没有什么 G2 了，世界接下来的发展那很明确的嘛，你这样子弄，讲白了，你美国连就算 G2 里面老大也坐不住，你未来甚至你在世界上，你只会在外交议程上，大家更不愿意跟你合作。尽管因为千丝万缕的关系，短时间内摆脱不了你嘛，但是一旦动了这样的一个意愿，跟动了这样的方向的时候，全世界上这样的一个移动，它会往哪里靠拢？没了中国，没了美国，现在对世界哪里差别比较大？有了中国，有了美国，现在是对世界哪里差距比较大？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刚才历史哥也给了一个发问，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把你们的想法都给留下来，因为未来的这个世界呢，不单单是这个大人物的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对于这一次美国打击伊朗，或者说美以打击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这个其实从中总结到很多，看到很多。所以还是用我上一次的那个观点，我也想来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收尾，就是一方面大家不要心急，不要因为美国的前面砸烂这个世界，你就认为中国好像太软弱了，中国什么都没有做，而是我们不应该在别人比赛谁敢当街拉屎，谁敢当街脱裤子的时候，你说我们太文明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比丑，没有必要比下限。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好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不是1840，我们经历的也不是1940，我们经历的是2026。而2026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其实
实是在一个危险的历史阶段，处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里面，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这么心急火燎的。反而呢，由于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现在每年甚至说每个月，我们都可以把过去10年才能发生的事情突然炸开在我们眼前，让你充分的去学习，充分的了解，充分的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的规则，所血淋淋的规则，让你快速成长。我相信有了这些成长，有了这些储备，才能让我们在未来的5年到10年真正进入世界变革期，或者说真正当你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可以有机会变得更强。OK， 祝福大家超越极限，变得更强。如果一样啊，这个观看破100万，然后我们继续来努力，好吧？之前2周一次，就是因为你那个承诺，所以1周一次，忙得不得了。好了，努力了，这个有时间就努力了，观看破100万了，好不好？这个点赞破10万了，大家这个帮我们加油，我们这个导览连线继续努力，大家下期相见喽，拜拜。好，拜拜。